本是我们第2本的水域活动的绘本。好，那第1本在这边哈，我拿一下哈。那我们第1本就是划着独木舟，那这本已经有发表会过了哈。那原本做这本的目的是在于说，有一门课是叫水域休闲活动，然后会带同学们去淡水河划船。那淡水河划船会有很多的一些知识面，包含安全的啦，还有一些文化历史方面。那这个东西在成人会比较容易去划船嘛，哈。那小朋友的话，他们就可能第一个是没力气，第二个就是安全上的问题，所以可能也不太适合让中小学的小朋友去。那所以我这个发想就是说，我们创作一个绘本，然后把相关的知识给制作出来之后呢，然后提供给中小学的同学们去看，然后也推广我们淡水的一个人文历史方面的东西。那做着，我就是说，那我们的浮潜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本啊？把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把它给建构出来哈。那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一页哈。那我们今天有4位发表者哈。那我们第一个要先，刚才馆长说我们的海洋素养哈。那这是在于说我们的海洋公民精神。那水域活动对于海洋公民精神有什么影响？因为它是最直接去现场可以看到生态面啊，还有一些环保面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如果可以自己可以实际去会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进入你的脑子里面嘛。好，那对于你环保意识培养哈，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升哈。那我们这个是在淡水河，我们在大家河段哈，这是一个环保公司哈。我有一个合作，就是去划船捡垃圾哈。那我们划船的时候发现到，这是在大家河滨公园那边下水点。那我们边划边呢，其实淡水河蛮脏的哈。那你知道哪里最脏？就是其实不是我们淡水出海口这边哦，淡水出海口这边是蛮干净的，因为它有海水会一直，它反而是中上游的地方，它垃圾会卡在旁边的草丛那边，所以相对来讲，它的垃圾量是非常大的哈。所以我们在那天就捡了非常多的垃圾，你看有椅子啊哈，还有球之类的哈。所以我们看连人头都有，那个什么。那我们当天是要做一个实验，就是我们制造一个垃圾，从上游丢下去，看看最后垃圾都会卡在哪边。我们就模拟了，这是木片哦，它是可以回收跟分解的。那我们从上游丢这些木片之后，看它的漂的轨迹，有的木片会装 GPS， 最后看它的轨迹会飘到哪里。我们看看，你会觉得我们海边的废弃物大部分都是从哪边来的，或者是从中上游来的？大部分的垃圾会卡在红树林边，就卡住了。那我们海边的垃圾到底从哪边来？海边的垃圾就是垃圾掩埋场东西的垃圾飘到海里面去了，因为大部分的垃圾掩埋场都是在海边，所以当你有台风来的时候，垃圾掩埋场的垃圾就会飘出去了。所以其实垃圾不是从河流飘出去的，是从海旁边就直接污染了哈。那所以我们就以这本划船的过程呢，做了一本绘本哈，就是把相关的经历哈，还有一些文化元素哈，还有一些安全的元素，把它制作出来。就刚才这一本漫游淡水本。那后来呢，我们想说，那我们这个发表以后风评不错嘛，那我们就继续制作一本关于浮潜，因为我们在划船的过程中，我们只有看到水面上的嘛，那我们应该在水里面看看污染有多严重。浮潜运动的特性哈，它适于各年层。那你说想说浮潜到底需要会游泳才能去？答案是不需要会游泳，因为你会穿着救生衣嘛，然后咬着呼吸管，你只要会呼吸就好了。所以其实不会，你怕水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咬着，你知道怎么换气就好了哈。所以它是适合各年龄层哈，而且它是近距离的去体验海洋，所以它相对于你去看一些影片来讲，它是更体验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个培养海洋公民精神的海洋价值观。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像例如说，我们5月18号就要带同学去劳动浮潜。那我们相关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除了浮潜的技术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关的知识，我们做成影片，然后给同学回去去当做作业来。那我们这个有一些知识面的，还有一些价值面的都会提供同学们哈。那我们这个东西是DGS14水下生命，就海洋的哈。那这个有一些理论知识，我们就把它融入绘本里面。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从污染的层面呢，生态层面呢讨论呢，最后把它创作绘本出来。好，待会过程会后面的讲者继续会分享。好，所以我们在制作过程，我们第一个，这是我们在潮境公园先去场勘之后呢，我们先回来开个会构图，然后最后就带同学们直接下去浮潜哈。我们就带他们去浮潜，然后看看水下的东西，你这样子才会知道怎么创作嘛。好，这样子，然后我们这样子就先画草稿出来，然后慢慢完成我们这一本
创作，靠浮潜的探险带进入海洋世界哈，然后介绍各种生物，然后把环保的意识带进去里面哈。好，那我的部分就到这边，那我们现在换。大家好。那这是我们的绘本哦。那这是因为我自己是儿童文学研究室的主持人哦。然后呢，这2位是我们研究室里面非常优秀的学生哈。那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从以前参加各种 USR 或者是其他的计划案，然后老师或者是其他同学的合作，我们就有陆续做绘本的经验。可是我们做绘本就是一条龙，因为我们从创意发想，然后议题挖掘，然后实际填调，到最后找谁，就是征求创作者，然后创作完之后，我们自己排版、自己出版，然后最后呢，就是如果有其他通路，比如说要分送啊，哈。那透过活动啊，还是说送去比较公益的团体或图书馆，都是我们就是一条龙全部运行完毕哦。那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件事情是起来有致，可是就是像很早就很知道，就是我们其实做一本书不是很容易哦。那所以我们从前面的草创到后来这一本书算是比较，我认为是处理上是比较成熟。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就是面临一些。调整不算是挫折，是因为你有前面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会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画完一本书，我的课堂上也是这样，我有一个儿童文学课，那我们的就会发现一件事，比如说同学的分组作业分组，你画1到4页，我画到8页这样，那最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困扰说，那风格不同怎么办？那就连我们现在这后面我刚刚才馆长分享，就是我们有一本很厉害的得奖作品就是班加的白玉一家，其中有1页他的风格跟别人略有不同，就被出版社打枪，他说不行，你这看出来是超过两个人以上画的那个表现方式，我觉得没办法统一。然后所以这个书我们就是尝试，商周想要出版我们说不好啦，这样让学生的梦想毁在免费上很不好。好，那我们就跟出版社婉拒了。可是后来在找其他出版社，他们就是发现风格不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划着独木舟漫游淡水河这一本，我们就有意识去做另外一种一条龙的分工，比如说你画水，所有的水都由你画。你画船，所有的船其他器物都由你画。那我们的上色方式就要非得统一。比如说像这一本，我们就是划着独木舟漫游淡水河，我们就是用色铅笔去做。可是这一本呢，就是一起去浮潜吧哈。那这一本就是很有趣的是，我们正好都有 iPad， 然后我们正好都有 Procreate， 然后我们正好都可以用 Apple Pencil 很自然的去作画，所以我们就先想好，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媒材，这样的画好，所以我们历经就像文和老师讲，我们有2次的场刊哈，那筹备时间，我们那天算一下，哇，真的是1年呢，1年的筹备哈，那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我们要如何？我们不要说教，因为我在课堂上都一直强调说我们不说教。那可是知识性的东西，我们要怎么去做到把它融化？那我们那时候连这本书，就是各位手上已经有书了，就想象一下，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是连那个语境都思考一下，我们要怎么说？因为而且我很怕有一种书就是对话说，阿公，请问那个是什么？然后呢，阿公就说，哎，傻孩子，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啊，然后用这种很无聊的对话去带出一个知识。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可怕，好，所以我们要带知识，然后又不说教，所以我们用了就说，今天天气很好哈，某某和某某想要干嘛？好像所以划着独木舟漫游淡水河，我们就已经有意识的去这么做。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分享，第一个就是Procreate， 然后我们用这个，好，所以如果想要画，我最爱画画，所以都可以找我分享。反正我讲到画画，我眼睛就会发亮，非常喜欢画。好，然后这个因为我们正在从去年就在约好用这个软体。好，然后呢，我们是这样分工的就是因为诚如我们刚刚讲，就是它分工，需要比较仔细。好，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的部分呢，我们一起做故事构思。好，就是因为我有个想法，可是非常仰赖我们就是大家想，否则我们一个人想的话，我们。好，这样讲就是说，像其实我所认识的插画家，他们在做时候，其实都很需要用很棒的编辑互相讨论。那我们是一条龙，所以我们必须是个团队。所以我就我们像怡轩啊，然后玉婷啊，还有目前已经毕业的婉姿
那我们就一起在讨论，好，连语境，然后我们都要念念看，而且要大声的念出来，才知道我们的那个脚本写的好不好，然后好不好念，好不好带。那很荣幸的是，我们这一本《划着独木舟漫游淡水河》，就是上一本新日国小的那个志工老师，他一直在帮我们推那一本书哈。那我觉得好感动，然后他今天还特地传讯也来说，因为他现在在代课，所以他今天中午没办法来参加。然后可是他很喜欢我们的作品，而且还那个妇幼哈。他们幼儿园的小朋友竟然可以读得到我们里面埋的梗，我觉得好感动哦哈。好，那总之哈，我们就是一起故事的构思，那分镜线稿我们一起做，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上色问题嘛。那上色就是内装和外装，就是室外的景的部分哈，就是非自然景观部分都是由我负责。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样婉姿哈，因为林婉姿是因为她现在毕业了嘛，那她之前在划着独木舟漫游淡水河的时候，她所做的都是人物，她的人物画非常细致，所以我们还是交给她人物。那玉婷呢是玉婷哈，对，她是就是负责物件，因为她画的人一画出来都太帅了，我想好帅哦，帅到就是会梦幻，会被迷住。那我们那时候确实有想说要不要找她画人。那最后是由以轩，是因为我们就是共同决定。可是因为玉婷的上色太厉害了，所以她的等一下就是我们看后面，等一下她会分享她的物件，她的画的真的是太美了，所以我们真的好，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分工应该算各得其所，但是问题是他们会的远远不仅于此哦。对，像这一页馆长翻的这一页，就是都是鱼的哈，然后有珊瑚哈，后面还有石花菜，那通通都是玉婷。好，那以轩呢是风景，他只要凡是风景就是他，因为我们那时候所有人都试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画的海和天空都太亮哈，而且很艳丽，所以最后就是好，那就以轩来画，就是以他的有点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海和天都有一种我很喜欢很舒服的色调。似乎有一点低彩度哈，就很好看，所以然后它夕阳光影它都可以参考其他图片还有我们自己去探勘的结果有很好的表现哈，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好，然后最后当然有前置和后置嘛。那前置的话就是我们全部的人分镜分好之后，由以轩来统整线稿，因为笔画如果我画的不好的话，等一下我们会展示一张，在那边你看，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线稿的原版，然后请看那个第一张最乱最丑的，那是我。好，那时候，所以我是一个不细心的人哈，所以我的线稿就只能长那样。好，第二张还是我，可是第三张是以轩嘛，对不对？第三张是风景那一张，最那边那一张玉婷。然后最底下人物的是以轩，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笔触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一定要有一个人统筹线稿，所以就是交给那最后的那个文字等等哈，怎么排版，玉婷还有包括这张海报的设计，还有封面设计，通通都是他，因为其实他们两位都是就是除了我们在儿童文学研究室之外，他还有在我们的那个课堂上儿童文学课都受很长久而且很专业的训练，然后他们非常厉害。好，然后再来，这是我要展示的就是我的装潢，因为这是我画的部分哈。因为人先控制要等晚自画，所以我们的分工就是这样一条龙。我先把所有的内装都画完。好，那我们那时候设计就是说，鸡仔和龙哥很想去浮潜，因为他们在看电视。那电视我们就让它产生一种复古感的感觉。那可是电视为什么后面有黄黄的？那或者是说，这个墙壁是要什么色？那它内装是什么色？其实我们就是换了好几种，然后最后我决定给他们用绿色沙发。然后那电视的光影要不要打过去有黄色呢？好，所以就是这个可以按对不对？他们好，所以就是就是前面会有个黄色的光影哈，这都是我们就是其实每一张的细节都是非常多的。好，那再来这是公车哈，因为我讲的就是我的部分哦。那公车这一页其实好值得分享啊，因为一开始的线稿是长这样，那我画完之后，就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已经到了，而且已经是落地。可是我这样看我们很正常，我们不觉得它是落地，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后来画完才发现墙壁太低了。好，所以我们画完最后是长这样。然后所以像对，就是我们查了各式各样的公车啊，我最后决定表现是这样。
那外面的海和天空还是一样是由乙炅画，因为色调跑掉。可是那窗户要怎么加，然后光影要怎么加，然后里面的公车沙发是什么颜色，那就是我哈。好，你看这，然后加上人就变这样。哎，我们这是不是可以播影？好，来，这是我们缩时影片，然后这个部分是我画的。好，那我帮它加上光影。好，那请看一下那个公厕墙壁的部分哦。我那时候想说，哎，画完，外面那个路不太对，外面是一条路，可是被人家认为说这好像落地窗哈。好，那我就说，哎，那这样把它改成墙壁吧，我们就加了窗框。然后最后窗框到底要什么颜色，所以我也改了。你们可以看到刚刚黑和是换过的。然后我原本想象窗框应该是黑色胶条。可是同学们他们有严厉的眼光，就说这看起来像反光，好像不太对。他说我们就改成窗框是白的，好，然后那面是暗的，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创作上遇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下一页这一页也是很妙的事情哈，是因为我们原本的阶梯真的实际上去那个潮境公园附近的时候，那个楼梯真的很可怕。真的很高，所以线稿画完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觉得有任何问题，就它就是这么高，而且下来好恐怖，而且很怕会滑倒，所以这一页要写的是说啊，小心不要滑倒了这样子的警语哈。好，可是画完之后就觉得说，哎不对，可是各位的右手边的那一张图，那海归在哪个位置？那左边的那张图，那草要到这么高吗？好，所以我们就又再修改一次。只要凡是有修改，然后线稿都要回到乙炅这边，好，所以我们就画了海平面，然后画了山，然后这边呢，右手边这里这个空白处，我们也是把山还有楼梯全部都修掉了哈，然后好，然后再来了哈，接下来因为这是线稿本人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修改，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画海平面，这是乙炅画的，好，海平面调整，然后最后把楼梯消。然后我上了颜色之后，觉得哎好像少什么，就最后再把乙炅原本画的再加上去，所以最后的草地就是我跟乙炅合作的结果。没有，我就保留他草的那个图层这样子啊。好，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是最后说拜拜，我们下次还要再来玩。我们通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收尾，所以这是最后一页。那最后一页就是我们真的有在这里拍照啊，就是刚刚文和老师有秀出来，我们真的有在这个框框拍照。可是夕阳应该长在哪里？我们要让时间有推移，那天空要变色。我们这个地方真的乙炅改很久哦，等一下他可以分享。然后后面的这些可爱的就是他们的回忆哦，要怎么呈现哦，就是我们费了一番思量。那里面小人要谁画呢？对，就还是婉姿，所以我们就是一律的哈，就绝对不跨界的一个一个去把它做完。哎，对不起，这要怎么回去？好，那我们现在交给乙炅来分享他的经验。大家好，我是中文3A 的洪乙炅。那在这次绘本制作中，我是负责线稿的统整，还有风景的上色以及最后的文字排版。在开始画绘本前，我们前面就有提到，我们有先去基隆场勘，然后也有亲自到龙洞湾下水浮潜。那这些事前准备都有助于我们在后续画绘本的时候，可以更清楚这个浮潜的流程，还有浮潜的一些专业知识跟安全知识。场勘完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分镜稿。分镜稿主要就是安排每一页的画面的整个构图，还呈现的视角以及角色的位置。那像刚刚前面就有提到，分镜稿是由4个人一起画的，所以这里就有呈现出4种不一样的风格。那我们分镜稿画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在统整线稿前，我们还需要先设计角色。那大家看绘本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书中里面的主要角色，一个是龙哥，另一个是鸡仔。那这2个角色的名称其实就是取决于基隆这个地名的名字。那鸡仔可能大家一听，或许可以猜出它是一只鸡，所以它的形象其实就是小公鸡的形象。龙哥呢，我一开始是想要把它设计成那种阳光开朗大男孩的样子，所以一开始他的形象就是头发很茂密、很蓬松啊，也比较长。但是经过后面的讨论，就觉得
不行，龙哥的头发真的太长了，需要把它修剪一下。而且也有注意到一点，就是如果龙哥的头发这么茂密、这么长的话，那他在下水浮潜的时候，头发可能随着海面飘，那他要怎么飘才会飘得好看？那个画面就会比较难呈现。所以最后我就觉得，龙哥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就会是那种很酷的男生，然后很有个性。那或许让他呈现平头的样子，可以跟可爱的鸡仔擦出不一样的火花。然后我们的龙哥跟鸡仔的形象就这样定下来。那再来，在绘本里面，大家应该还可以注意到，还有一个角色是企鹅教练。企鹅这个形象，通常大家看到企鹅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它是那种很可爱、很呆萌的样子。那教练这个角色会给人一种很严肃、很厉害、很有威严感的感觉。那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就会又形成另外一种反差感。而且加上企鹅，它其实在水中是游泳健将，然后它下潜、浮潜的潜水的那个时间也可以很长，所以它就非常适合当教练这个角色。那在除上面刚刚讲到的那3个角色外，大家应该还可以注意到，里面还有2个没有名字的小角色。那他们的形象其实就是小熊跟小兔子的样子。当初在设计这个角色，主要就是让他可以跟随着主角一起去一场旅行，然后当主角的小跟班，同时也可以，它有一点像是小彩蛋的那种性质，就让读者在看绘本的时候，除了看主角的主线剧情外，还可以稍微去注意到小角色他们之间的互动，它也可以增添一点趣味性。那当我们的角色都确定好之后，就要来设龙哥的服装。对，上面有5套服装。因为这次的绘本大部分都是在室外，室外就会有大量的天空和海洋。那我们在服装设计上就不能用太过相似的颜色，如果颜色太过相似，就可能导致主角风景吃掉。但也不能用太鲜艳的颜色，如果太鲜艳，可能会让主角特别的突兀，就没办法背景搭配在一起。那上面可以看到白色的 T 恤配上小鸡的印花图案的衣服啊，或是条纹的吊嘎，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他们的鞋子也都是有特别在设计过的。但是呢，最后我们的绘本并没有用上面的服装，而是另外再设计一个比较简洁一点的，就是让龙哥白 T， 然后它的袖子跟领口则是用红色做点缀，让它平凡中带有一点特别，可是特别又不会过于突兀。那则是用偏藏蓝色的颜色，是和天空海洋不一样的蓝色，它整体看起来会。那当我们的角色跟服装都设计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统整线稿。那这是我们去基隆场刊时拍的线，有一个统整。那统整线稿基本上就是进一步的精细化，把多余的线条擦平，再画出比较清楚简洁的线条。基本上它的构图就是按照分镜稿的那样呈现。然后再把分镜稿的风格改成比较可爱一点的风格。那线稿画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那这里有上色的说辞。那这一页的风景主要就是用大一点的笔刷下去铺色，然后由浅到深慢慢的叠加上去。那石头的部分也是直接用有颜色的笔刷下去画，就不再另外勾线，所以整体看起来会比较柔和一点。像这里海洋也修改了蛮多次的。那天空的白云则是利用留白的方式呈现出来。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这一页，因为都没有一些暖色系的颜色，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淡，整个会比较暗。那这个是后来完成的样子，就是石头还有再叠加一点红棕色，所以整体看起来就会稍微亮了一点，不会那么冷。应该看得出来。然后天空跟海洋都还有在做调整。那再来想要给大家看一下下面2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哪里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1张，然后这是第2张，应该蛮明显的，就是天空跟海水是不一样的。那我先来讲第1张。正常来说，海平线它不应该是这么波浪的，
所以现在一开始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画成了大风大浪的感觉，所以后面就有调整成水平线的样子。那再来，因为我们绘本的回程时间是定在靠近傍晚，可是又还没有到傍晚，所以天空不应该是这么橘。然后加上这一页的天空的笔刷，我是用类似于喷枪的那一种笔刷下去画的，所以整体看起来画面上会比较有朦胧感，然后又比较柔和，但同时就会缺少一点层次的感觉。那大家可以看到最旁边橘色比较多橘色的部分，因为喷枪的笔刷它会比较难控制，所以在画的时候呢，画面上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点灰灰脏脏的感觉。然后加上海水也没有很鲜明的深色的对比，所以整体看起来就会比较暗一点，然后也比较灰一点。那这张就是经过修改之后，就是傍晚，就是它应该靠近傍晚的时候不应该是非常橘色的夕阳，所以就是参考了一些图片，利用黄色跟橘黄色去制造一些彩霞的样子。那天空的笔刷也改成了比较像是水彩的笔刷，所以大家仔细看绘本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出一点点层次的感觉，就是一层一层慢慢叠上去。那海的部分也有调过颜色，就让它深浅变化比较明显。那它的水面上也加了一些黄色啊、橘色去做调整，整体看起来就会比较暖一点。这对比应该蛮明显的。那最后呢，还是天空，就是天空的缩时跟大家分享，因为天空这个部分我真的卡关很久，也修改过很多次，所以我就私心再放了一个缩时的影片。就一开始的天空就是真的都太橘了，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去找一些参考图来做调整。然后因为天空如果一个地方画错的话，基本上就是全部要再重画一次才会比较协调，所以就修改了很多次，但很开心最后呢还是有画出我想象中的天空的样子。那这个就是上网找了一些参考图，那我的部分呢就分享到这里。我是中文系4B 的王玉婷，接下来换我说，就除了老师刚刚说过大家一起分工的人物线条，然后分镜线稿这些以外，我主要负责就是编排后置，还有像这种物件的上色，像那个鱼还有石头这一些都是我画的。但是在上色的过程里面，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有自己的原型参考，所以其实在画的过程中是需要比较常去找一些图片，像是那个时候就找了一些鱼啊，然后还有岩石，然后珊瑚什么这一些都是要去，其实要看蛮多张，就不是只有这3张而已，这是就大概做一个示意。好，回到刚刚那边。像这一页是因为这个场景是主角他们已经做好所有的前置准备，已经要进入海里面去浮潜看到，所以我们用的分镜就会比较有一点那种剖面这样子去看的感觉，它要呈现出来就是整个海洋里面大致的景象样态，所以就会跟前面铺陈说他们可能还在车上，或者他们还在这个换衣服穿装备啊，就可以到这边就会可能要比较眼睛一亮。所以画面上会比较丰富，里面的鱼就比较多。可是因为就实际上龙洞那边的鱼是真的还蛮多的，他们可能有近100种的鱼类，那当然要在这上面就要做一些取舍，所以我就选了就比较常见，比如说龙头鱼科、蝶鱼科、雀鲷科这一些。因为这些就是首先他们比较常见，然后其次他们各自长得也都比较不太一样，就比较能够做出区别。所以决定好之后，才又去找了照片，最后就画了就是那个黑白相间，那个是蝴蝶鱼，然后还有旁边橘色是小丑鱼，然后跟左下角那个就是紫色那个是雀鲷，大概就选了这一些。对，可是就是实际上这些鱼就不要从绘本上看，你真的去看到它们的话，它们其实颜色都还蛮鲜艳的。所以如果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它在呈现到绘本上的话，它要怎么样去做才能让它看起来就是明显一点？因为背景的颜色其实本身也已经比较明亮，所以在这之上，你就不能让它有一种好像在里面完全不突出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其实基本上每一只鱼，就哪怕是比较简单的，大概也都要刷叠涂几层上去，才会让它看起来比较明显。像是那只左下角那一只雀鲷，
我那个时候画的时候，真的叠了蛮多层的，才有办法做出，因为它本身它还有一点点渐变，它本身现实里面的那只鱼，它就是有那种有点层次，对。可是像这样叠了比较多层之后，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画线稿的时候，其实选的颜色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线是没有那么深，它是比较偏灰调。因为这样子，它整体跟我们的上色什么搭配起来也会比较和谐，不会很突兀。可是如果说已经叠了这么多颜色上去的话，反而会让那个线条形成另一种突兀，就是它会浅得太明显。所以后来呢，就是画完，如果是颜色比较深的部分，或是那整个场景都比较深色的话，就还要再去把线稿进行压暗。所以才会看起来稍微和谐一点。所以像那个鱼啊什么的，他们的线稿我都再把它们颜色调深。然后画好鱼之后，另外一个要思考就是底下那一些岩石啊、珊瑚的分布。然后因为它实际上场景就是下面，对，下面这张它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复杂嘛，好像场景其实是很复杂细致的，有很多细节在里面。那一样，如果要转换到绘本上的话，不太可能就是把它如实的全部复制过来，所以也是一样要进行一些取舍。然后所以还是要回到参考照片上，最主要要做的就是可能去抓一下它们的色调，像是那个上面就右边上面那张图，它可能整体看起来好像比较灰，然后下面那个看起来比较红，大概就是从这样去做上色，所以就是把它那个底大概这样上完之后，可是不可能就是只有那些颜色，因为刚才说的那些照片实际上都很漂亮，它们细节是很丰富的，所以在这个简单的这个颜色之上呢，就想说再做一点点层次进去，所以我又加了一些，比如说岩石上它不可能就只是一块石头，它可能还会有一点青苔或者有一些什么在上面，所以又再刷另一种不同的颜色上去，那它这样整体看起来呢也比较不会那么单调。还可以顺便跟那些鱼啊那些什么，就是进行一个对应。然后，等一下，对，这一张。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左边那个植物它是石花菜，然后石花菜呢也是参考了真实的照片来上色，因为它本身是长得比较密，所以画出来的话是需要做一点层次，不然它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像一坨，因为它的本体是长这样。所以就是好像都是红色，但是又不能说真的只有红色，所以后面就还是要去看这张照片，然后再去找可能别的照片做参考。就其实还是可以发现，它虽然整体是红的，但是它的可能它的尖端、尾端会比较颜色会比较浅，然后它的根部什么的颜色会比较暗，会比较深。所以就是找出它的这个特点之后呢，再去做处理，大概就是会像这样子。就是让它除了有颜色以外，可以再增加一点点丰富度，然后一点点细度。上完色以后，就是我还要负责封面设计、书名页的设计。那封面的部分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大家就讨论过，然后决定就是可以和我们的书名就是一起去浮潜吧，跟浮潜可能有一点关联，所以我们选的图就是海报的这一张嘛。然后再翻开来之后到书名页，书又要呈现什么呢？就还是想说可以和封面可能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从这张图里面去选，把它当成书名页，因为刚好主角两个也都有在上面。如果一翻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是也知道他们两个是谁是主角。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放上去的时候是把就是后面的背景也一起放上去。可是如果因为大家知道书名页就只有那一边而已，如果把这些元素全部都直接放进去的话，它看起来其实会有一点太杂了，好像主次就没有那么明确。所以后面就是在经过调整以后，就把它调整成这样，把它的背景去掉，只剩下他们两个就是已经浮潜完了，然后再那个冲澡，然后再加两个名字，这样子我们一开始看的话就立刻可以知道他们是谁。会更有意识说他们是主要的人物，而且看起来整体也会就是清爽很多。因为书名页的话上面还要放我们的书名，然后底下可能还要放字什么的，所以中间那个图片其实相对来讲清爽一点会比较好。
然后后面是那个封面，就封面这一张它好像放大了很多，就跟这一张不太一样，是我们也有调整过那个大小，因为就是你要放封面的话，虽然说是要让大家看到主角，可是如果放这么大的话，好像又有点可惜，因为毕竟我们背景画的也还不错，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想要就是多放一点更丰富的画面进去，这样一看的话，整体的效果呈现也会比较好。所以这张跟书名也都是后面有在那个 Photoshop 里面进行调整，就是大概有前后调了几次吧，所以最后就是像那个海报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样。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已经毕业的成员，他主要是负责人物，然后这个是他上色的，对，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的创作历程大概是这样。其实我们那个投影片在做的时候，都觉得要怎么取舍，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全部都讲出来。其实光是你看刚刚海水啊，还有就是夕阳的颜色方向，然后还有他刚刚说那个，如果物件的东西比线稿还要深色怎么办？像这些东西我们都调了又调，调了又调，所以我觉得里面的细节非常多，而且其实他们讲出来之后，我觉得好骄傲哦，不是为我，真的是他们，我觉得好优秀，好棒。然后呢，这个是最后值得介绍，就是这是我们的打样啦。那如果只要做过书，都会知道有一个打样。那这是我们那时候委托那个出版不是印刷社帮我们打的数位样。那之前我们曾经有做过数位样，他把我们打了3-4次，然后他为了我们，然后那个机器都停摆。那这次我们就是很刻意的，很乖的赶快把图稿全部都整理得非常好。然后这个数位样一回来，觉得哇，我们都很感动，很满意，所以最后就送印了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最后总共的统筹，然后历经这些时间，然后爆肝的一起画画，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是点滴在心头，非常开心这样子。OK， 好，谢谢，我们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好，我们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文和老师跟米奇老师带着他们的团队去完成那个绘本哈。那我知道今天来参加这个场子啊，有很多是他们的粉丝，然后也有一些是对绘本有兴趣的，那可能也有一些是喜欢浮潜的，喜欢户外活动，因为我觉得透过他们的一个主题的发想，然后到整个完成的细腻的一个过程，到人物的设计。都透过他们刚刚的分享，都非常非常的细腻的说明哈。像我自己听完啊，我就觉得，未来我看绘本，我可能会看出它的细腻度，而且我觉得这一本啊，它还传达了很多的正确知识，比如说浮潜不是有装备，租了装备就可以下去哦，要跟着领有教练证的人才能去浮潜，这个他都有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好，接下来我们是 Q&A 时间，来欢迎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是想跟创作者分享的部分，都可以提。如果没有，我知道我们馆长很想问，因为我们馆长对绘本也很有兴趣，他本身也是对这颇有专精的。谢谢4位的分享哦，非常精彩。我拿到，其实我第一个感觉，各位有没有看这个封面？我觉得好棒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个电影海报，有没有？就是那个名字跟那个整个就是完全可以凸显，然后又是最精彩的，很像那个剪辑那个就是预告片的那个感觉，我都觉得哦超赞的哈、哦，那个整个，然后刚刚又听到各位的那个分享，我都觉得很感动，尤其刚刚米奇老师讲到那个公车上，怎么样把那个改掉，还有同学们讲到那个天空啊怎么改呀、哈，那个细腻度真的让我很感动哈、那文和老师把这样的议题，其实一般我们以会者大概都比较少会接触到这么特别的议题，那能够这样的一个跨域结合，我觉得超棒的哈。我只有一个小小问题，因为我自己在红树林当志工，所以也很爱看螃蟹哈。那只螃蟹刚刚有看到你们第一个初稿是10只脚嘛哈，那后来怎么会改成8只脚？我比较好奇这件事，我刚看你们的那个影片，你刚刚有拍那个动画的一个影片，最前面是10只脚，后来慢慢的修改以后变这样子。
哎，那个当然不是说错，我只是说很好奇你们的那个变化里面。对。基本上它那个框框里面就是主要的生物，然后我会再去网络上找另外的图片再去画出来，所以就不会跟上面原本的分镜稿是画一样。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场根的地方是潮境嘛，那为什么我们最后跑去龙洞浮潜？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潮境是生态保育区，它下去是要连我们浮潜的人都要有证照才能下去，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不能让我们，所以我们最后才会改去龙洞。好啊，但是我们主要的场景还是照我们原先设定在基隆这边。所以你看，有很多基隆屿，还有一些都是潮境公园的景色这样子，就补充说明，谢谢。就是我们有把那个浮潜证有画出来，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今天的分享者。我多说明一下哈，在他们背后这一面墙，其实就是谢明全老师跟他的团队这几年所完成的绘本，所以等会那个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来欣赏一下。同时呢，其实我们配合那个儿童文学的课程的一个成果展，我们的馆员也挑了一些跟绘本有关的书推荐给大家，对绘本有兴趣的都可以看。那等会最后呢，除了带着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也希望各位呢给我们一些回馈意见，所以等会记得扫 QR code 填一下。那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应该留个记录？来，是不是请你们，我们来做个大合？那请大家把那个绘本秀出来，跟你们那个馆长，你一个位置好了。